想跑门儿都没有。哎呀，真的晕了。这是一个后射重拳。擂台上的终结者，擂台上的杀戮机器，没有它的存在，中国搏击界至少要往后倒退10几年。有了它，中国搏击界最起码少走了几10年的弯路，成功让世界各地的拳迷粉丝见识到了中国力量。尤其是他那刁钻且精准无比的腿法进攻，打废了一位又一位世界冠军。最让红光引以为傲的便是在美国擂台一晚 KO 3位美国世界冠军的光辉事迹。他可不管赛事是中泰对抗赛还是中美对抗赛，但凡让他站在搏击擂台上，那么他绝对可以让他的对手闻风丧胆，见人就哭。无论再怎么顶尖的高手，他都会遇到他的一生之敌。红光的最终宿敌便是来自德国的克里斯蒂安·布雷克，红色拳套是红光，蓝色拳套是布雷克。观众朋友看到这是中日德三国对抗赛男子75公斤的比赛，红光叫红光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红光穿着一个这个红色裤头，小兔子，这是他的本命年，这个今年24岁。那么他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。德国选手一般都是以德国战车著称，无论和什么样的选手对战，都会以极短的时间打败对方，快速取胜。这一次他却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强大的敌人，他就是被命名为中华第一腿的红光。来自山东菏泽的他从小就有很大的武术天赋，市级冠军、省级冠军被他拿到手软。不出腿是不出腿，布雷克可以在擂台上为所欲为，真要是等到红光出腿的时候，布雷克再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。随着这个季节的增加，力度也大了。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一到现在来看，现在这个德国的这边呢，红光已经把威慑力给到了布雷克内心深处，无论是试探进攻还是真实进攻，都会把布雷克吓一跳。被吓破胆子的布雷克非但没有畏惧和后退，并且还勇于向红光发起猛烈进攻。与此同时，红光也没有坐以待毙等待布雷克的猛烈攻击，而是持续虚晃，给足布雷克压制力，让其精神状态属于一个紧绷的状态。然后别让这个蒙到你很可怕。倒地不准气的。对，这就是连贯性的，一扫马上啊。是因为在这个比赛前啊，因为前2天我听说红光一直发高烧，发到39度多。就是昨天是刚刚退的烧。真真实实、虚虚假假的进攻，几乎让布雷克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无助感。抵挡不住红光进攻的同时，还要时刻提防红光所打出的致命进攻。不愧是在美国擂台打外国选手最狠的中国男人，从他这个架势就可以清晰看出，他根本就没打算要把比赛带入到第2回合，只想在极短的时间内终结掉眼前这位棘手的敌人。再来一下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但是我们从这个红光的进攻路线来看啊，他更加的丰富。我觉得他不光是光是拳脚，你简单说就拳脚，但是你看他左右在红光无敌的腿法进攻之下，布雷克的精神状态几乎接近崩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时刻注意红光在下1秒所打出的进攻，无论是拳法进攻也好，腿法进攻也罢，布雷克都很难精准防守住。自身所打出的防守反击，也是给红光制造不了任何一点威慑力和压力，除非让红光更快一步看透布雷克的战术布置，从而快速打败布雷克获取胜利。这样的战术，你到底值，但是还不能放松。他还在挑逗对方红光，你把手伸下打出来，让我再来打。他在挑逗这，真的就看到他那种心态，对红光打比那种心态，很蠢的。布雷克的教练十分严肃告诉他，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红光的腿法进攻，因为他内心非常清楚，被红光踢断小腿的外国选手不在少数。真要是被踢断小腿，那么布雷克将会无比赛可打。毕竟他要在医院静养3个月时间，这3个月他非但无法正常训练，并且还要支付高额医药费，这无疑就是雪上加霜，雪中送雨。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中日德三国对抗赛男子70公斤的比赛，红方叫红光，红方是来自德国的杜斯加。在腿法进攻的掩护下，布雷克的脑袋挨到了一次重击，这一次击倒读秒，离不开红光多次的腿法进攻。注重保护下盘的布雷克突然在下1秒上盘挨到了重拳出击。他还能比赛吗？他表示还能比赛。我估计危险了，这个时候红光一定要抓住战机了。不行了，完了。2, 3,
超保定认输3毛。红光获取了比赛胜利。从这场比赛的胜利就可以看出，他不仅拥有智慧和绝对的实力，并且还可以在赛场上表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和领导能力，变换万千的战术打法。还有他那忽然忽现的腿法进攻和拳法进攻，谁看了谁不迷糊。被快速打败何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？真好，门儿都没有。哎呀，真的晕了。又是一个后手重拳。接下来便是万众瞩目的中日对抗赛，和红光对战的选手是日本人，他叫红斗士，也是堂堂正正的日本武士。赛前扬言要么他躺着出去，要么红光躺着出去。看来这家伙要和红光玩命，管他是谁，只要能让中国搏击突飞猛进，红光都将会不辱使命，坚决往死里打。级的这种较量之后啊，应该在第2局开始发动这种攻击性了。那么在弟弟比赛，还别说，小鬼子的胆子还真不小，要不是他向红光发起了主动进攻，还真以为这家伙是来给红光送战绩的。看到红斗士发起进攻的红光，脑子里瞬间来了灵感。面对红斗士一顿猛如虎的亮眼操作，红光非但没有挨到一次进攻，并且还摸清楚了红斗士的进攻规律。接下来便是红斗士挨揍的高光时刻。刚才这个红斗士一个上勾拳是很有威胁性的。今天红光碰到了一个我们说，日本的红斗士也可以说这个橡皮糖，他打的很有耐心，很有弹性，抗下能力很强。转这个边界漂亮，这种反击。红光的大腿并不是一般普通的大腿，他的大腿坚硬程度可以和钢筋相对比。踢在红斗士的身上，红光自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然而红斗士便会认为有人拿钢筋往他腿上打了一下。实在打不了的红斗士开始认怂，不是在擂台上瞎晃悠，就是实施搂抱规避伤害。说这是一场持久战，不是我们的短兵相接，那种是短平快的进攻方式，不是。那么今天感觉今天红光的这个状态，关于怂蛋的报应马上就要来了。看上去红光是有点眼神低迷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其实他已经看准了时机，一拳一腿彻底把红斗士打趴下，貌似大脑已经被打强制关机了。红光开始大肆庆祝比赛胜利，打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手，红光都没有这么兴奋。反观打飞一个小鬼子，红光就像是过年了一样兴奋不已，手舞足蹈。红光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他以为对方被 KO 脖子，这只是一种精神击倒。这次是设计不行，这次不行了。这就是后手重拳，抓的机会非常好，机会非常好。今天的比赛是一边倒一边倒。最终小鬼子被抬了下去，真如他赛前所说的那样，不是红光被抬下去，就是他自己被抬下去。事实果然如此，红光这一次胜利间接性导致了中日对抗赛的土崩瓦解。中国战队获取了胜利，红光获得了胜利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红光打几分？